幻塔终于也有自己的兔女郎了，她就是最新版本上线的亚诺，也是布洛威最好的闺蜜。但先不要激动，她可不像表面上表现的那么人畜无害，而是来自敌人的双料特工，这下更爱了。亚诺最早出场是在布洛威的叙述中，称呼她为雅努努，但当时她忙于其他事情，我们只闻其名，未见其人。真正见面是在九域的号轨，他来协助调查号轨的问题。再后来，我们在京都参加活动也遇到了他。随着不断的接触，我们会发现他和布洛威的感情真的很好。但这一切结论都在一个 PV 后改变了，那就是亚诺的角色 PV 虚戏与真意。这个 PV 上线已经过了1个礼拜了，为什么小峰一直没有解读它呢？因为它真的是有问题。问题共有3处。第一处，前后的台词不能呼应。从 PV 的顺序，我们能很轻易地看出视频的顺序是倒序的。注意听此时的台词。你的安全系统和你一样。然后我们再把进度拉到结尾。你的安全系统和你一模一样。听出来了吗？一个说的是一样，一个说的是一模一样。如果只是字幕错了，也无伤大雅。但是连配音都对不上，这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是2次相似的场景。如果一次是演戏，那另一次又是什么呢？第2处，枪的摆放位置不对，依旧是来到 PV 开头。注意这里出现的时钟显示时间是22:02分。但这不是关键，关键是时钟所在的位置，处于布洛威的左后方。接下来将进度拉到后面，注意看亚诺放枪的位置，桌子上只有1把枪。之后布洛威就拉着他离开了，那结尾的这一幕就没法解释了。枪为什么会在时钟旁边？时间也是22:03分，按时间顺序应该是发生在1分钟之后，这里就很违和了。除非这是2次相似的场景。第3处是开枪，开枪又分为2个疑团，一个是枪声，PV 前面的枪声能听出是空枪的声音。永别了，我的好朋友。而后面发出的声音是实枪。好朋友。另一个就是击毙的效果，从布洛威的影子可以看出是有血液溅出的，可真实情况是布洛威站起来后身上并没有损伤。这些似乎都在佐证这是2次相似的场景彼此混剪。亚诺是卧底，这个答案已经呼之欲出才怪。推翻这一切猜测的证据同样在游戏中。前阵子幻塔有一个旧梦华章的活动，不知道有多少人点跳过都点冒烟了。那么恭喜你跳过了重要剧情。在9域的拍摄中，我们见到了布洛威与亚诺，他们就曾提起过这次演习，而且摄像机就是从活动 NPC 手里拿的。演习就发生在活动出的前一段时间，这算是实锤了 PV 真的只是一次演习。果然幻塔除了剧情以外都是剧情，那如果只是一次演习， PV 里的违和内容又作何解释呢？这就不得不提幻塔的欺诈型 PV 了。为了视频效果更改场景布局，这次甚至还改了台词，下次还是长点心吧。如果要改，能不能前后呼应都去修改一下？只顾头不顾尾的做法很容易令人过度猜想。如果不是有活动内容的文案佐证，我都觉得亚诺真的击毙布洛威了。不过这个 PV 也不是真的全是整活，想刀人的眼神是藏不住的，发自内心的吐槽也是真的，标题更是已经揭示了答案：虚戏与真意。这虽然只是一场虚假的戏剧，但是表达的却是内心的真意。当众人转身离去后，亚诺的视线瞄着的是手枪，他手的动作也是在靠近手枪，只是在半路被布洛威牵住了。这也是官方第1次向我们暗示亚诺有问题。第2次向我们暗示是在亚诺的拟态设计情报中，以往的角色拟态设计都是讲一些武器、服饰设计灵感，但是亚诺的拟态情报却采用了长图的形式，可见想要展示的情报太多。值得注意的情报有2个，第一个是亚诺的武器奇枪，坏家伙，里面寄宿着魔王遗愿，但现在其中的暗堕精神力已经被友情魔法牢牢压制住。这一幕我们也是见过的，
真的以为布洛威是傻白甜吗？话说你刚刚说的那些不会是真心话吧？他只是不愿意参与阴谋诡计，但这不代表他看不明白。布洛威可是站在亚夏科技顶点的人，他与亚诺之间一直都是相互暗示。PV 里的动作，还有提问、武器的设定，亚诺档案中的故事，无一不是双方的交锋。只能说女孩子之间的友谊太吓人了，这两人打的是高端局，支线更是对这个 PV 的回应。关于这一点，我们等会儿再说。第二个情报是狩猎愉快的仪式，它为我们揭露出了一个大秘密：亚诺在加入海加德之前，曾隶属一支活跃在沃兰雪原的赏金猎人小队。在幻塔里面有个很神奇的事情，你能发现很多人主动脱离海加德，但却很少发现有人主动加入海加德。在幻塔亚夏篇的剧情中，无论是星岛、班吉斯、纳维亚、矿山还是雪原，没有一个地方对海加德的评价是正面的，这同样也是地面世界对天上人的态度。亚诺既然来自地面，他又有什么动机加入海加德呢？不要忘了，沃兰之所以变成雪原，可全是赖幻塔所致，我有图片为证。一直到现在，幻塔还在向沃兰排放冷气，这也让沃兰成了人迹罕至的雪原，同时也成了艾达之子的大本营。没错，沃兰雪原还是艾达之子最多的地方，亚诺出身于此，问题已经很大了。第三次的暗示就已经是实锤了，也就是新版本上线的支线亚诺大叛逃事件。这个支线并没有提示，需要大家来到九域的号轨内部，里面有一台可疑的电脑，对话会发现是布洛威的联络信息。到了海加德后，就看到布洛威在等着我们了，只是有些鬼鬼祟祟。紧跟着他一起来到办公室，只是说好的咖啡一口都没有喝到，甚至椅子还是不能坐的。好吧，这些都先忍了，开始聊正事儿。根据资料库的录像显示，凌晨3点，亚诺在资料库大摇大摆地盗走了布洛威的机密资料，这就是事件的全部过程了。但疑点也有很多，其实这事本身就挺离谱的。亚诺本身就具有查看数据库的权限，他白天直接拿不就行了？为什么非要晚上去当小偷呢？而且晚上数据库是启动安保系统的，他能搞定复杂的安保系统，为什么还要留下影像呢？有此想法的不光是我们，埃文斯也是直呼看不懂，所以他甚至没有发布通缉令，就连下达命令也是见到亚诺第一时间带回来，这一点也不像处理叛徒的样子。主角同样想到了这一点，只是主角想到的是，作为一个卧底，为了长远利益考虑，怎么会大摇大摆地暴露自己？这样的暴露毫无意义，长远利益要划重点。因为亚诺确实是这样做的，接下来就是去见一下资料库管理员伦兹先生了。他可是这个计划中至关重要的一枚棋子。因为资料库失窃，埃文斯封锁了资料库，所以伦兹先生来到了海加德大厅。当我们赶到的时候，先是被帕罗蒂拉到了一边，这里就不得不聊聊帕罗蒂的人设了。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，嘴上都是不饶人的话，但该帮的会帮，该管的会管，该救的会救。看到我们也要卷入事件了，他是出于好心拉开了我们，只是嘴上依旧不饶人。主角则是表现得不卑不亢，在情商这一块拿捏得很好，意思是这浑水我躺定了。顺便还邀请帕罗蒂一起调查。帕罗蒂见我们下定了决心，也是直接挑明了关键。伦兹虽然是资料库的负责人，但资料都是机器在管理，这本就是个闲职。现在资料被盗，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这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一个替罪羊，而亚诺就是最合适的人，所以他会不顾一切地将矛头对准亚诺。在经过帕罗蒂的提醒之后，我们也正式开始了调查。没想到刚开始就遇到了麻烦，他见过我们和布洛威在一起，这也是布洛威联系我们的原因。众人都知道布洛威和亚诺关系好，调查这种事需要避嫌，所以他拒绝提供情报。这时候主角的智商再次上线，搬出了权限等级5的帕罗蒂，还把自己说成是帕罗蒂的小跟班，这就让伦兹以为我们之前和布洛威交谈是因为帕罗蒂的命令。不得不说，幻塔在文案的逻辑严谨方面很让人惊叹。如果没有帕罗蒂的介入，这场调查可能还没开始就失败了。有了帕罗蒂的助攻，一切就简单多了。伦兹不仅将盗窃过程添油加醋地说了一遍，
更是开始曲解亚诺的行动。亚诺进出资料库变成了为盗窃计划踩点，在丹泽和饭碗面前，任何疑点都被他抛在了脑后。不过他也不是真的没脑子，而是因为资料库有着2层加密，想要取出资料需要具有权限，有布勒威文件柜权限的只有布勒威、埃文斯和亚诺3人。亚诺是最近刚添加的权限，这也是伦兹咬住亚诺不放的原因，因为总不能是埃文斯吧？小峰还真的想过这个可能性，但如果是他，那肯定会发布亚诺的通缉令，因为需要一个替罪羊。调查到这儿，矛头已经全部指向了亚诺。主角提出突破安保的手段太强，亚诺自己肯定难以做到，需要有同伙作案。万万没想到，伦兹还真的说出来了名字。拟态部门的安亚和洛斯，而更神奇的是，这2个名字是亚诺要求查看的，最后还没有被允许，这就很奇怪了。亚诺在事前不知道会吃闭门羹吗？这本来就是规定不允许的事情，所以他明知道会被拒绝，但依旧这么做了，这和他聪明的人设是不相符的。不过这样做并不是没有作用，会给我们破案提供思路。在整场事件的调查中，其实我们都是被亚诺牵着鼻子走的，看似是我们推理出的答案，可是提供思路的却是亚诺。因为亚诺和布勒威表现出来的关系，从一开始我们就不相信亚诺会叛变，那录像的真相就只能是别人利用亚诺的拟态。刚巧我们在调查伦兹时，又知道亚诺在意的2个人就在拟态部门工作，他在一步步补全我们的思路。接下来就是解开身份权限的秘密。在布勒威的提醒下，认为可能是认证系统出了问题。帕罗蒂也承认了这种可能，并且开始排查，而我们则是开始寻找线索。看到柜子上的这个文件了吗？没错，这个就是应该被偷的文件。结果还没来得及看，帕罗蒂已经有了结论，认证系统被人做了手脚，将亚诺的身份与叛徒的身份调换了，这样叛徒也可以通过认证了。为了防止亚诺发现身份被调换，才会选择在凌晨动手。帕洛蒂根据叛徒的资料找到了他发布在网上的信息，先是午夜南瓜的动态，有点类似于树洞，匿名发言，每晚0点清空。叛徒就是同为科研人员的伊莎迪娜，她在午夜南瓜发泄着对布勒威的不满，果然嫉妒会令人面目全非。然后就是有人私信她，并且伪装成海加德总部的监察人员，告诉他第9区有徇私舞弊的现象，他的成果被布勒威窃取了，还说可以帮他复仇。见伊莎迪娜还在摇摆不定，对方直接叫出了他的名字，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。在网络上匿名骂别人，还被发现了，伊莎迪娜只能答应在员工食堂见面。这里有个有意思的问题，你们猜猜他在员工食堂会见到谁？这里有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对方谎称是总部的人，见面的人就需要是没在第9区出现过的人。如果是第9区的人，那么就会变成总部在第9区有卧底，这会加重伊莎迪娜的怀疑。如果不是第9区的人，又怎么能进入员工食堂呢？这就是第2个可能。见到的是使用拟态的人。拟态系统是幻塔的特色系统，但是拟态是有要求的，不是谁都可以留存拟态数据的。要拟态成谁才能不被发现呢？答案是肯定会被发现。我们在第1次见伊莎迪娜的时候，他就将我们当成了神秘人，并说你又换了一个模样，可见他是知道神秘人可以自由使用拟态的。这里最保险的做法是亚诺真身交谈，并说自己是用了亚诺的拟态，这样伊莎迪娜在见面后也可以放心的使用亚诺的拟态了。这个支线里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与神秘人的见面，虽然游戏里没有体现出来，但只要你用逻辑去推理，你就会发现神秘人只能是亚诺的形象，而真正实锤亚诺是卧底的，也就是这句话又换了一个样子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根据这句话去推理一下，看看除了亚诺的形象，还有谁会符合神秘人的形象。提示1，使用拟态会有记录，这点在塞米尔拟态剧情中有体现。提示2，亚诺追求100%的完美，所以计划不会出现疏漏。提示3，神秘人如何让第1次见面的伊莎迪娜100%相信自己的计划。提示4，员工食堂是公共场合，出现的人物也要符合食堂的场景。提示5，叛徒不被主角抓回来，也会被亚诺抓回来。口供和善后问题都要提前考虑。有想法的可以评论区留言，我也期待一个不一样的结论。
下一期我们来深挖一下叛徒的秘辛和剽窃者布洛威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，关注小峰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